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中国不会崩溃，但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会从内部腐烂掉。这是我过去10多年跟踪研究中国问题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近期中国展现的一系列现象和热点事件，已经清晰呈现给我们一个腐烂掉的社会的真实状态。前段时间，中国化工油罐车混运食用油的问题突然成为中文网上的热点。这原本是一个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现象，这次爆出来，中国人好像一下子从梦中醒过来了。这次中国人真切地意识到中国基础食物链上的问题真是防不胜防。国人在愤怒之后只剩下无奈。人最基本的食物安全问题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从根子上烂掉的无解难题。在这种基本食物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国人在亲朋好友中分享的那些饮食养生秘方，一下就显得是那么的苍白和无意义。而在过去1周，中国互联网上再次涌现出另外2个热点。第一个热点是公检法系统的相关人员在网上实名互相举报的视频，近期如火山喷发般在中文社交平台涌现出来。第二个热点是中国存在多年的一个系统性的偷窃倒卖人体尸体的产业链，近期突然被曝光出来。这2个热点都是让人细思极恐的话题，它们虽然表面看不相干，但内在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他们从2个特殊的视角给我们深刻展现出中国社会一系列触目惊心的真相。在北京生活的李宇飞，外人看来有着一个让人羡慕的生活。她本人年轻漂亮，她的丈夫叫张吉星，是一个拥有铁饭碗的北京公安系统的警官，在北京朝阳分局的经济侦查支队担任探长。而他们还有一个可爱的2岁的女儿，但是李宇飞自己却每天生活在痛苦之中。她的丈夫经常在家里殴打她，而且还在外面和各种不三不四的女人有瓜葛。这样的生活让李宇飞对未来感觉一片漆黑。2022年1月21日那天，她原计划和自己的娘家人在一起待些日子，散散心，也认真思考一下自己未来该如何抉择。但在中途，她发现自己必须回家取样东西，但一想到要回去，她的心头就会涌起莫名的恐惧。于是她联系自己的弟弟，请他陪自己一起回家取东西。弟弟知道姐夫经常家暴姐姐，因此非常理解姐姐的恐惧心情，立刻答应陪姐姐一起去。2人打开房门，就立刻听到卧室传来奇怪的动静。于是李宇飞拿出手机开始录像。当他们一下推开卧室的门后，他们发现张吉星正在和一个卖淫女在他们卧室的床上进行交易。长期对李宇飞家暴的张吉星抬头看见推门而入的李宇飞，立刻恼羞成怒，习惯性的跳起来就要殴打李宇飞。好在李宇飞的弟弟早有准备，出手把浑身赤裸的张吉星给制止住了。李宇飞在悲愤中离开了自己的家，但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只是他噩梦的开始。对李宇飞怀恨在心的张吉星决定恶人先告状。他立刻让一个司机和那个卖淫女按照他编写的故事写了一份伪证，把李宇飞回自己家的行动描述为入室抢劫的行为。然后张吉星利用他在朝阳分局的人脉，当天就派警员把李宇飞以入室抢劫罪抓入了朝阳分局的看守所，然后联合来自3个部门的多名警务人员，在看守所对李宇飞进行刑讯逼供。他们把李宇飞的双手从后面铐起来，对李宇飞进行了持续30多个小时的刑讯逼供。这个过程中不让他吃饭喝水，也不让他睡觉，在凌晨2点，在北京1月份的寒冬中，把穿着单衣单裤的李宇飞丢在大雪地里折磨。在李宇飞被折磨的理智不清的情况下，朝阳分局的警察采用诱导、欺骗和片面取笔录口供的办法，将李宇飞入室抢劫罪坐实，然后把李宇飞正式关入北京朝阳看守所。
从持续30小时的刑讯逼供缓过劲儿来的李宇飞，这才突然想起那天他和弟弟回家时，自己是用手机录下了那天的整个过程的。于是他通过各种渠道把那天的视频提供给朝阳分局的警察。参与办案的众多警察看了视频，这才意识到原来是张吉星把他们给骗了。再加上李宇飞提供的其他人证和物证，把他自己回家定性为入室抢劫罪，这无论如何也太难自圆其说了。但是他们这么多人都参与了对李宇飞的抓捕和刑讯逼供，那他们都犯罪了。事已至此，不给李宇飞一个罪是不可能的。于是朝阳分局参与的3个部门的领导决定把给李宇飞原定性的入室抢劫罪改成寻衅滋事罪，然后宣布李宇飞取保候审1年。感觉被委屈的李宇飞决定曝光朝阳分局对他的逮捕和迫害，但这也惹恼了朝阳分局的一众领导和刑警，他们开始对李宇飞和他的家人进行打击报复，甚至在深夜1、2点钟出警到北京以外的李宇飞居住的地方，威胁李宇飞不准他对此事进行曝光。过程中，警察不光威胁李宇飞本人，而且对他60多岁的母亲和2岁的女儿也不放过。倔强的李宇飞就是不愿意服软，在过去2年半的时间中，他无数次地向朝阳分局的上级部门，甚至包括中共公安部和中纪委反映这个事情，但是至今没有任何一个部门给他任何回复。迫于无奈，8月8日，李宇飞只能再次在网上做了实名举报。上面的这段故事就是根据李宇飞在他的实名举报视频中讲述的内容整理出来的。李宇飞这次网上实名举报的对象已经不是她的丈夫张吉星了，而是把矛头直指朝阳分局的书记、纪委书记、刑侦支队队长、高碑店派出所警长等40多人，举报他们联合伪造证据，制造假案。我个人也在网上对李宇飞的事情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我发现环球网在2022年7月28日转发了一篇来自北京朝阳分局纪委的新闻消息，整个新闻就一句话，说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侦支队1中队民警张吉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纪委的纪律审查。不知道当年的中国网民看到这个一句话新闻有没有感觉奇怪？一个小小的北京民警违纪违法，有必要在网上专门发这样一个新闻吗？而这个新闻没有提供任何前因后果，这又是给谁看呢？如今当我深入了解了李宇飞案子的这个背景后，我猜测那个来自北京朝阳分局纪委的一句话新闻很可能是他们希望和李宇飞妥协的结果。从时间上看，这个一句话新闻是朝阳分局在看到李宇飞视频证据半年后发出的，可以推测这是在李宇飞当年不断举报的压力下，他们抛出张吉星，希望以此让李宇飞停止对其他人的举报。显然李宇飞并不买这个账，在随后的日子他还在不断的上告朝阳分局的众多领导和警察。但是如李宇飞在他最新的实名举报视频中提到的，在随后的2年中，他的一切举报都石沉大海。他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中共司法体系这个怪兽早已把正义和法治践踏在脚下。别说他这个司法体系的家属，就是司法体系的内部人员，也时刻有被这个怪兽毫不吝惜吞噬下去的危险。就在李宇飞实名举报视频在网上传开的前后，很多网友惊奇地发现，网上突然冒出了很多中国司法体系的成员实名举报的视频。7月份，有河北保定市一个叫张红的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实名举报原保定市公安局局长、政法委书记、现河北公安厅副厅长李云龙，说很多年前，张红查获了一名军官包娼的案子，李云龙派人来说情，最后李云龙因为对他处理的结果不满意而怀恨在心，对他实施追捕、劳教，随后又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张红有期徒刑3年等。最近，现任吉林省白山市法院的一个叫陈大龙的副院长举报白山市纪委的多名官员，指控白山市纪委
在和他们有利益关系的商人的指示下，在没有明确罪证的情况下，就对陈大龙关押了82天。在关押期间，对陈大龙进行各种折磨，并延误了陈大龙的眼睛手术，导致陈大龙眼睛遭受永久性损伤。陈大龙的妻子也因此得了重度忧郁。随后，白山纪委又对陈大龙进行了长达1年的调查，希望能够找出陈大龙的罪证，以此掩盖白山市纪委错误关押、留置陈大龙的责任。在网上查询，的确能够查到2023年2月白山纪委发布的一个有关调查陈大龙严重违法违纪的消息。此外，还有重庆司法局的官员实名举报他们同一个区的组织部长的，有鞍山一个检察官在网上为自己的丈夫喊冤的，有福建省莆田市在职法官举报上级法院领导贪赃枉法的，还有一系列其他地区的警察发布的自认受冤的多个实名举报。如此多的中共司法部门的官员，竟然也需要依靠网上实名举报来喊冤。他们都是中共司法体系内部的专业人士，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内部人脉，他们都无法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来解决问题。那中国的普通百姓还如何能指望司法正义呢？8月4日，网上流传一名上海美女律师的视频。在视频中，这位律师说，他感觉现在中共司法界出现了一个刑事打击扩大化的明显趋势。明明是经济纠纷的，以诈骗罪给抓起来了；明明是可以行政处罚的，也给抓起来了。有些是先经历了行政处罚，以为没事了，交完钱过一段时间也被抓起来了。网上最近另外一个中国律师的说法也完全呼应这个说法。这个律师提到说，看守所现在人满为患，很多地方今年计划扩建看守所。前天会见一个他的刑事案当事人时，那个人告诉他，他们一个12人的房间关了20多个人，10米的大通铺，人挤人，侧着睡了20-30人。最高检今年上半年公布的公开数据显示，监察机关今年批捕和提起公诉的人数同比上升了19%和7%。中共抓的人变多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以前不算犯罪的，现在算罪了，搞点小买卖定个非法经营，做个生意没付钱定成诈骗或合同欺骗。第二，以前的轻罪现在按重罪判了，打个麻将开个茶馆也会被按开设赌场给予严打，尤其在广东浙江那边。目前中共要求抓经济，于是中共的检察机关就立刻以稳定社会预期和提振市场信心为由，发起了一场检察互起的专项整顿。结果以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为由而被起诉的人数同比增长了37%，民企关键岗位的人员因企业犯罪而被起诉的人数更是增加了41%。中共司法体系就是靠这些人血馒头来展现自己的政绩的，他们哪里是在给中国经济推一把，这是往死里打。在这样的司法体系中，哪个人是安全的呢？不过，比看透中国司法体系更让中国人细思极恐的，却是我前面提到的近期中文网络上的第二个热点。2020年6月11日，对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脏病中心监护室主任李志强来说，是个非常关键的日子。因为今天他们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主任臧运金教授将会亲自主刀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实施肝脏移植手术。这个手术从多个角度来讲都非同一般。首先，这个80多岁的老人的身份就非同一般，他姓董，具体身份太敏感，不方便公开。我这里只透露一点，这位老人来自北京，他原来就诊的医院是北京301医院。301医院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共高级官员，在他们自己的微信广告中就公开宣传说，他们目前大力推动的健康工程，其主要目标就是要为中共领导人延寿到150岁。那么这个老人为什么要放弃顶尖的301医院，而转移到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来做肝脏移植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那个希望给中共领导人延寿到150岁的301医院，也认为给这个董姓老人做肝脏移植风险太高。一方面，因为这个老人的年龄实在是太大了，更重要的是，这个老人有20多年的冠心病病史，2013年还因为心肌梗塞做过冠脉搭桥手术。从2019年开始，这个董姓老人患上了自身免疫性肝炎，随后出现肝硬化而失去肝功能，因此肝移植成为唯一一个能延续他生命的办法。这位北京301医院都不敢治的病人，对青岛大学器官移植中心来说，却被认为是一个出名的好机会。于是，他们利用自己手中不可告人的秘密渠道，迅速给这位80多岁老人找到了一个高质量的匹配的肝脏，然后由移植中心主任臧运金亲自主刀，给这个老人完成了肝脏移植手术。负责手术后恢复阶段的监护工作的，就是肝脏病中心监护室主任李志强。最终，这位董姓老人显然恢复得很不错，于是整个案例就不出所料的被山东省委宣传部旗下的海报新闻在2020年7月9日给报道出来了。报道声称，清大附院这次为8旬老人成功换肝，开创了国内肝移植的新纪录。主刀的臧运金和负责手术后护理的李志强都成为新闻报道中的英雄人物。当然，整个报道中只字未提那个提供高质量肝脏的人的背景和他的命运又是如何的。直到最近，通过其他媒体报道，我们才有机会窥测到手术后那个肝脏提供者最有可能的命运归宿。在臧运金专注于把一个鲜活健康的肝脏移植到80多岁的董姓高干的身体时，李志强可能也没闲着。根据随后的相关报道，李志强通常负责处理器官捐赠者的尸体。他走入一个停尸间，面对那个从角膜到内脏各部件已经被挖空的尸体，拿起手术刀，熟练地把尸体的剩余部分肢解开。因为这样存放尸体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冰柜的保存空间。随后，他拨通了他手机中的一个山西的电话号码，这是一个叫山西奥瑞的公司的号码。接听电话的人显然和李志强已经很熟了，他们对话非常简短。最后，李志强问了一句：“你们什么时候来拉？”山西奥瑞的人连忙表示：“我们现在就派车去青岛拉。”在山西奥瑞把李志强肢解的尸体部件从清大附院的冰柜中取走的时刻，李志强看到他负责的银行账号已经有一笔2万元的付款从山西奥瑞打过来了。从2015年到2021年的6年间，山西奥瑞的人已经从李志强那里拉过5次尸体。在这期间，李志强向山西奥瑞一个公司就出售了10多具人体，每具尸体价格在1万到2万2不等。一般在医院去世的病人都是由家属来领取尸体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李志强有胆量敢于把这些尸体卖了呢？李志强一个人向山西奥瑞一家公司就卖了这么多具尸体，而他只是清大附院的一个科室的负责人。那么为什么中国医院有这么多没人认领而可以卖掉的尸体呢？这些尸体原来的主人是什么样的身份？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呢？这些问题对每个清醒的中国人都是一系列细思极恐的问题。那么这个山西奥瑞又是个什么公司呢？他们为什么要这些尸体剩余的部件呢？他们其实主要是要人体中的人骨头。这个山西奥瑞的全名是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他们的主要产品的名字叫做同种异体骨植入性材料，简称同种异体骨。它是指来自同一种物种但不同个体的骨骼组织，来作为移植材料使用的。直白地说，就是当患者自身无法提供足够的骨组织进行修复或重建时，医生会利用别人的骨骼组织来帮助促进骨骼愈合，恢复骨骼结构。同种异体骨常见的应用领域包括骨折修复、关节置换术、脊柱手术以及肿瘤切除后的骨骼重建等。
山西奥瑞生产同种异体骨的原料显然就是人的骨头。他们通常把各种方法收集来的人类尸体和残肢等，在剔除了皮肉后，经过清洗、辐射后，用于生产同种异体骨。中国法律本身是允许生产同种异体骨的，当然，法律也要求作为原料的人体骨头的来源必须是合法的。法律规定要依靠器官捐赠和遗体捐赠来获得人骨头。但是山西奥瑞在中文互联网一下出名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尸体来源是违法的。8月8日，一个叫易胜华的律师在网上公开一起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案的案件材料。这个材料的涉案人数达75人，涉及盗窃、倒卖数千具尸体、制作植入材料的事件，引发了巨大的关注。而这个案件的主角之一就是山西奥瑞公司。和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的李志强一样，四川恒普科技有限公司、广西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等多省的医疗机构及医院都参与了与山西奥瑞的倒卖遗体的交易。他们的运作过程基本和我们上面描述的李志强的操作过程一样，都是把尸体肢解后存入冰柜，然后联系奥瑞公司上门。被肢解的遗体会像猪肉一样被丢进冷藏车里拉走。山西奥瑞每次出车都能拉运几具、十几具，甚至几十上百具肢解的尸骨。显然，山西奥瑞从这些医疗机构中得到的尸体是不可能有尸体主人或家人的签字的自愿捐献协议的，因此肯定是不合法的。为了掩盖这个事实，这些医院就和山西奥瑞合伙，伪造遗体志愿者捐赠登记表、检验报告等文件，来伪造来源尸体的合法性和安全性。当然，仅仅靠这些医疗机构和医院提供的人体，根本无法满足山西奥瑞的生产需求。为了获取更多的人体，山西奥瑞把眼睛瞄准了中国各地的火化场和殡仪馆。从2017年到2019年，山西奥瑞公司通过承包、入股或派人入驻等方式，实际控制了中国各地的多家火化场和殡仪馆，其中包括云南、四川、重庆、贵州等多地的火化场，共盗用尸体4000多具。通常这些被山西奥瑞收购的火化场会在火化场的一个房间中，把家属要求他们火化的亲人的尸体粗暴肢解，然后把肢解后的尸体放入一个冷冻箱，然后转身出来对家属说，你的亲人已经火化完了，然后随便给家属的骨灰罐里装一些什么灰，就算完事儿。而山西奥瑞公司会定期派冷藏车到这些火化场来拉冷冻的尸体，每具尸体他们会付火化场2000到2500元不等。对于那些没有使用山西奥瑞投资的火化场的中国家庭，其实也不一定会躲过这一劫。在中国，火化场出卖要火化的客户尸体的普遍程度，超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想象。例如，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就以教学科研需要尸体的说法，以每具900元的价格，从桂林殡仪馆、平乐县殡仪馆、永福县殡仪馆等处收购尸体。但是在他们对尸体进行完解剖后，尸体剩余的脊柱、四肢、骨盆等部分，他们就会卖给奥瑞公司，每一具尸体骨骼能卖到1万元。中国的这个偷窃和倒卖人的尸体这个行业链，这一次是通过山西奥瑞公司的案子给爆出来的。但是按照王亚军江湖人称王歪嘴的中国时评人的说法，这次被警方集中打击的山西奥瑞公司在同种异体骨这个产业中是不入流的。他说，中国光经营人体骨骼制品的上市企业就有5家，其中最大的企业是中国医药集团，而国药集团是妥妥的中共国务院授权、中共国资委管理的中共央企，而国药集团拥有的专业生产和加工人体骨骼的生产基地就遍布中国的大城市。中国人的骨头制品早已远销东南亚和欧美各国。2024年，中国这个行业的产值预计将突破60亿元人民币，
而根据中共官方审计署太原特派办提供的数据，山西奥瑞公司从2015年到2023年8年的营业收入总共才3.8亿，每年还不到5000万。因为文化传统，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捐献自己的器官和尸体的愿望。入股火化场，然后从火化场搞尸体的想法，绝对不是山西奥瑞公司的独创。前面提到的中共央企国药集团，他们为何要在中国所有的大城市都要开设人体骨骼加工厂呢？根据王亚军的说法，各大公司把人体骨骼加工厂开设到中国各地，目的就是充分利用中国各地的火化场资源。中国的火化场几乎无一例外的有定点的合作企业，这些合作企业专门负责上门收购这个火化场的人体尸体。而这些收购尸体的企业，他们背后的真正老板几乎都是那些国营的医药企业。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从火化场抱回的那些亲人的骨灰盒里，有多少装的真的是自己亲人的骨灰呢？同时，哪个中国人死后能保证自己不会面临被碎尸挖骨的命运呢？这难道不是另一组让中国人细思极恐的问题吗？从这个山西奥瑞公司曝光出来的偷窃和倒卖中国人尸体的产业链，危害的还不只是死去的人的尊严，它同样威胁着活着的中国人的生命安全。如我们前面介绍的，像山西奥瑞这类医药公司生产的同种异体骨，最终是要为植入某个病人的身体的。因此，为了确保这些同种异体骨产品的安全性，按照规定，生产厂家需要对捐赠骨骼的个人进行病史调查、血液检查以及必要的微生物检查，以减少对未来病人带来传染疾病的风险。做完这些背景调查后，对没有问题的人体骨骼组织还要进行一系列特殊处理，进一步降低感染风险。但是，这些从火化场到医院偷来的尸体骨骼组织，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些人是什么原因死去的，根本没有办法严格执行这些规定的检查流程，因此需要的检查数据只能靠造假编造。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出来的同种异体骨产品未来流上手术台，难道不会对接受手术的患者的健康埋下巨大的隐患吗？这又是一个让很多中国人细思极恐的问题。这次曝光出来的偷尸卖骨案中，很多参与的人都是在职医生、医学院的老师。这些通常被人称为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的人，为了那一点钱，却能做出如此灭绝人性的行为，这让中国人如何敢把自己的生命抉择交付给这样的医护人员呢？病人大闹医院、殴打甚至杀害医生的现象在中国屡屡发生，这被中国人称为医闹。中国医务人员是医闹的直接受害者，但医闹的根源是中国人对中国医务人员的极度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似乎也真的有其社会基础。中国医疗体系中直接参与活摘人的器官、偷卖人尸体等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的人，可能只是中国医护人员中的极少数。但是中国医护人员中对这些毫无人性的事情有所耳闻，但是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应该不是少数。诚信是维持一个社会能运行的基础，具有中国特色的医闹只是中国社会诚信体系全面崩溃的表现之一罢了。多年前，在我预测中国不会崩溃，但会从内部腐烂掉的时候，我其实在内心对一个腐烂掉的社会的具体表现还不是特别明确。现在，当我通过这一个个热点从外面审视中国社会时，我这才意识到，它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当初的预期。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